现在要来进行的是趴枝小马布偶图纸的示范。把图纸印出来之后，需要把图纸上面的图案剪下来。在剪图案的时候要注意，沿着图案的外面剪。例如我现在在剪的翅膀，我沿着外框线剪下来。这边有一些我已经预先剪下来的图纸，接下来是把图纸放到绒布上面。在放绒布之前要确定好毛向，然后让箭头对准毛向。这里箭头向下的话，毛向也是向下的。在图纸的上面会写这个图纸的名称，像这张图纸是底面，底面乘以1，就只要剪一份下来就可以了。2乘1镜像，正面描绘过一次之后翻过来，再另外描绘一次。描绘图纸的时候使用记号笔，我使用的是水削笔，沿着图纸的外围，这是绒布的背面，画在绒布的背面上。在画记号的时候，要把这些三角形的记号也跟着画进去。这些是等一下在缝纫的时候要对齐的点。画好了之后，把它放到旁边。这次要示范的是简单的圆题，所以我是沿着紫色的线去剪的。灰色的线是进阶的平题，它需要搭配提底板，也就是这个进阶的提底。进阶的提底，它才是搭配这边灰色线条的提底板去制作的。接着是画身体侧面。在画的时候，只要在绒布上面找到一个合适的空位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这一块绒布是已经快要用完的绒布，所以它的空间比较小。这些记号都把它照样的画起来。至于上面的英文字母就不需要特别写上去，因为你只要有保留这些图纸的话，随时都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记号名称，再去对照就可以了。由于图纸它是已经带有缝份的，所以可以放心的把它放在绒布的范围里面都可以画得下。像身体前面的就已经画出来了，那是后腿这边的话，身体的裁片就都画好了，可以把它剪下来。这个身体的主要裁片就剪下来了。接下来是2个身体的另一个裁片哦。这边又完成了一对的裁片。OK， 它是飞马，所以还要再多剪一些翅膀。我们再利用这个布料上面的空间，先画一下，把这一块布的空间都利用满。再来是耳朵，耳朵最小片，所以可以留在最后填补空隙用。接下来剪耳朵跟翅膀。来看一下现在的材料，一体式的头部、多翅膀、身体，还有它的尾以及它的另外2边的身体。这个部分应该是很多人会不擅长缝的部位，脖子的这个地方。再来是已经绣好的可爱标志，如果是做素体就可以先不用绣。哦，腿是这样子都齐全了。接下来我们来上裁缝机吧。